我们看到这个台积电还有三星等这个大企业半导体产业呢，被美国硬逼着要交出一些企业的机密资料。消息传出之后呢，让这个台湾民众为之哗然。我们对于台积电来讲呢，它不只是台湾的高科技的一个品牌，那另外我觉得它是我们台湾人的骄傲，它也是台湾精神的展现，是台湾人呢出去走路有风，讲起来脸上有光的一个企业啊。所以台积电大家感觉到被欺负了，这口气吞不下去，但吞不下去是不是也得吞呢？因为开口的人是美国啊，美国啊。美国这个国家呢，很多人喜欢用美帝来形容啦，皇帝的帝啊。最近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美国要打压华为嘛，所以呢，他3年前我们看到请到加拿大呢，用这个司法互助的方式呢，在华为的财务长、副董事长，也就是这个华为董事长的女儿，华为长公主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转机的过程当中呢，把她逮捕啊。这一晃呢就是1028天。那么孟晚舟呢，最近刚刚获释，在9月24号回到了中国大陆。那么当时呢，有1亿人上网为他接机呀。大家看到这个整个加拿大也不过3800万人啊，所以这个让大陆民众呢觉得说终于回来了。这个孟晚舟也非常非常的激动，她那天打扮得很漂亮穿着一个这个红色的这个洋装，地上铺着红色的地毯，那个场景呢确实是蛮动容的。当然抓了孟晚舟3年为什么？就是希望能够掐住华为嘛。所以他给孟晚舟给华为安了很多很多的罪名，但是当然这些罪名呢，其实有很多是没有真实的一些证据，就在控诉阶段。那么孟晚舟呢，最后跟这个美国达成了这个延迟起诉的一个这个协议缓起诉。那么孟晚舟他是承认了一些事情，但他并没有认罪，这个部分很重要。好，另外呢，讲到这个孟晚舟的这个事件呢，大家就会想大陆花了3年的时间救回了孟晚舟，那请问一下，我们能不能够救回我们的台积电呢？很多人把这个事情拿来类比，而最近呢，当然这个大陆美国利用这个事情呢，成功的压制了华为。那么中国大陆在这个事情上呢，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损失。虽然这个华为今年手机部门的损失很大，但是华为除了手机部门之外呢，它还有5G 的一些基础建设啊等等之类的它还有一些这个利基更长远的一些这个部门。那么美国呢，最近特别花了19亿美元要求所有的农村要把所有跟华为相关的设备给撤掉，铁了心了要把这个华为在美国的势力全部铲除。虽然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最近不断的哀嚎说已经没有现金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再没有钱，对美国来讲这笔钱也还要花。所以这个我们该怎么样看待孟晚舟事件呢？有人是这样讲，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从美帝的角度来看，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又一次这个流氓精神的展现嘛。这是一个国家级的掳人勒赎是不是没错，孟晚舟就是美国的一个商业人质。事实上美国动用这个手段也好多次了。对，对。其实美国这个孟晚舟更离谱。其实它有一些案子它是所谓发生地在美国的话，美国还牵强一点说这我有管辖权，因为我们法律上、国际法上讲管辖权2个主义，一个是属人主义，一个是属地主义。属地就是说这个案子发在我的领土里面，我就有权管。另外说这个人呢是我的国民，是我的公民，拿我的护照我就有权管。那我们就拿孟晚舟的这个例子来讲，第一个发生在伊朗，不是美国的国土。第二个，这个牵涉的人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一个中国人跟美国人跟伊朗做生意，美国可以把他关起来，你说这不是流氓吗？这不是帝国主义吗？所以大陆一开始就讲说，你根本就没有权管辖，所以你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一个政治绑架。那为什么？你就是要打击华为，你就是打击华为的目的剑指中国，就是要打击中国大陆。所以这个，我觉得大陆方面认知一开始就是，那这就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了，这是国与国之间的纠纷了，那才用国家的力量跟美国的国家力量较劲。那美国大概也是第一次，过去美国从未屈服过。该关的关，该罚钱的罚钱，没有一个屈服。是，那美国这次为什么要屈服呢？当然，很多人讲说他前阵子好不容易从这个阿富汗的泥淖当中
抽腿，现在又要从这个孟晚舟的泥淖当中抽腿啊！现在等于是大家各退一步嘛，哈，给自己留点面子，为接下来的这个拜习会、习拜会来铺路哦。对，因为美国最主要就是说，美国人可以把安全、外交跟经济都分开来谈。所以其实，在经济上，其实我觉得孟晚舟已经是第二个大的美国释出的第二个信号。第一个信号是什么？就是所谓的新冠病毒溯源。新冠病毒溯源就是前一阵子美国 CIA 的情报局报告完了以后，然后它是模棱两可的一个结论以后，这个案子就没有听有人再提了。所以新冠肺炎溯源这个事情美国已经收兵了。孟晚舟这件事也是收兵，对，为什么要收这两个很重要的信号啊？他说很重要的信号，然后他为什么？他现在要跟大陆去经济贸易，还有这个货币政策因为大陆在过去几个月已经抛掉大概500亿美元的国债，如果这样继续抛下去的话，美国受不了。这是货币的方面，然后经济方面的话，美国的大企业需要中国大陆的保证，因为他们也发觉，中国大陆找技术自主，你在市场自主的话，那我就不要你买美国的这些波音，我也不要了，对不对？你这个通用汽车，你的别克汽车我也不要了，你迪士尼我也将来不给你建了，你这个我也不给你建，那美国赚什么钱呢？所以这个美国企业需要中国市场，再加上还有贸易的问题。美国搞了中国所有的晶片进口都加征了平均19.3%的关税。但季老师，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需求，大家都能够理解。每个国家都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我们也能够理解哦。但是毕竟现在21世纪进入了文明社会哦，在社会当中，一般的掳人勒赎都是要判重刑的。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家级的掳人勒赎不但没事，而且每一次呢都是赢得很漂亮，都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大家记不记得他过去怎么样整垮日本东芝啊？那还有这个，我觉得最有名的案子是2013年，当时美国指控这个法国的这个企业阿尔斯通腐败啊，那对他进行了种种的这个整肃啊。那这个阿尔斯通呢是当时是非常的了不起，它是全球第2大的轨道交通设备制造商啊。它可以说是法国的国宝的概念啦，大家这样想就对了啊。那他指控之后呢，我们看到他把一位这家企业的一位高管诱骗到美国，时间是2013年的4月14号。那么这位高管呢，这位法国人一下飞机就被美国逮捕。总共关了5年啊，在他关押的同时呢，他的老东家就被美国肢解了，拆分了啊，美国通用就并购了其中的部门等等，等于是说呢，美国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吃掉了这家公司啊。那所以他这个人呢，到现在为止愤愤不平啊。他后来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美国陷阱》，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啊。他在里面含泪控诉，也呼吁华为要小心啊。他说：“记不记得以前整垮了日本东芝，现在呢又拆解了这个法国的这个阿尔斯通，然后呢下一个目标就是华为了。”他的结论是什么？他说，在他的事件当中呢，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敲诈。对，就是一个敲诈啊。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我想特别请这个季老师谈一下。美国用很多在文明世界并不允许的方式。做一些莫须有的指控啊。那你如果要并购人家，用经济用各式各样的手段，我们没有意见啊。商场上，不管你是被迫的还是怎样，你吃下了就是吃下了，吃亏了就是吃亏了。但是掳人这件事情啊，我们看到像这位皮耶鲁奇，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位阿尔斯通的高管，包括这个孟晚舟等等之类的，以及包括大家记不记得，大概在10年前左右吧，因为反托拉斯法的关系，台湾有多少企业界的高层，董字辈的、总字辈的啊，这个住豪宅、开名车的，然后旗下管几千人、几百人的这种大老板，含着眼泪到美国去坐牢啊，因为美国有2样最有力的工具，别的国家也可以这样做啊。就说你不是我的国民，犯罪地也不在我，我就要把你抓来关。对。那其实这些会像那个 Alstom 的那个副总裁叫 Pierre Rucci 他是到美国被抓的。那这个孟晚舟是在加拿大过境的时候，因为领驻法关系，美国叫加拿大抓的。那台湾的这几个 case 呢，比如说我们这个陈炫斌就是我们当时友达的副总裁
他们是自己到美国去应讯，就说你告我应讯，然后呢就被关了。还有没有到美国应讯的呢？可是呢被判刑了，还是愿意去服刑。好多，你看奇美店的总经理啊，这个什么华映啊、汉语彩金啊、地宝车灯啊等等，都是台湾非常大的一个企业。对，他就是判刑了，他自己去服，他可以不去服刑啊。可是为什么他最后都就是说愿意屈从呢？原因很简单，美国掌握两个，一个市场，你这些公司哈，要不然你将来就不要到美国市场来混了。对，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说你不接受我的法律的话，你不来服刑的话，那你的公司产品哈或任何东西，我用政府用行政手段限制。另外，美国还有一个很大的武器，就是哈，你这个交易的时候使用美元的话，所有的这个用美元交易哈，都要经过美国的有一个 SWIFT 系统。那你这些公司，它在过国际贸易，我今天不跟你做美元，做国际贸易，对，我今天我跟日本、台湾公司好像我跟日本做贸易，可是如果用美元结算的话，对，那对不起，美国也可以用这个管道来制裁你。这也就是雷蒙多常说，我的工具箱里工具很多，你就得听我的。所以美国就用这几个工具制服全世界各大公司的主管。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大公司的这个大老板呢，为什么愿意乖乖的到美国去坐牢接受制裁？事实上，他们公司都有很坚强的法务部门，对不对？但是有什么用？你在对抗美国这个怪兽、这个流氓的过程当中，一点用都没有，因为游戏规则是由他做了算嘛。所以大老板到美国去坐牢的背后，最重要的就是怎样？就是你如果不去的话，你的公司就完蛋了。所以是一个一人坐牢救全公司的概念，就是这个。所以当时我们看到好多大概刑期最多的大概有6年多坐牢2343天呐。那还有的回来还写书了。对。你想想看，对于大老板来讲，这是一辈子最大的屈辱哎。到美国去坐牢当然也有人就是化负面为正面。我看到其中一位高管，他说他在美国因此在监狱里面学了一口美国的道地英文呐。就出来之后，在其他的这个科技业跳槽的也还蛮顺利的。但这个部分就让这个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情感上啊、道理上来讲，我觉得台湾人民都很难接受。美国就是它其实背后都是美国的企业叫美国政府出来这样做。对。所以美国用这种打官司的方式其实是美国企业惯用的一种企业竞争的手法。对，也就是美国政府就跟企业说，我当你的打手，你觉得那家公司跟你竞争，你竞争不过他，对不对？你叫我帮你出头，提供证据。好，你今天这个所谓的公平竞争，你去议价，你去垄断价格。或者说你有这个智慧财产权的这个偷窃美国产品智慧财产权的问题或者你有逃税的问题，你就拿给美国政府，司法部就把它起诉。起诉呢，就让这个公司不但高管最后来做官坐牢，另外还有巨额罚款。像那个 Pierucci 阿雄那个案子就赔了5亿，所以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达成他企业竞争的目的。不过这一次对孟晚舟他更有什么一个目的呢？他更有压制中国大陆崛起的目的。那么就锁定华为呢？因为华为这个公司它是一个关键的产业，它掌握了电信。你知道电信在军事用途里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情报收集也非常重要。那美国过去掌握所以全世界他都可以窃听所以他就认为华为将来也可以会只有他能窃听别人，别人不能窃听。不能窃听。可是现在他认为，华为有这个交换机，都是华为的话，那不是都被这个中国大陆窃取情报了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后他就要置华为于死地。所以这个都是这个，所以孟晚舟的案子背后其实还不是真正美国的这个厂商，因为美国没有电信公司 ，Ericsson 跟这个 Nokia 都是欧洲的公司，它是为了它的国家国防安全的，所以就国家出手。那其他这些商业的，像阿斯通也好，台湾的这些面板业还有几个这些高科技的厂商，是美国企业在后面出坏点子。然后美国政府出来当他们的打手，用他们的所谓长臂管辖权，这个完全违反国际法的长臂管辖权。可是
这些外国的企业又因为我刚刚说，因为要不然你美国市场就完全放弃，这是一个代价。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将来的贸易的这个结算不能用美金，这很不方便，因为它有那个 SWIFT 系统。所以这些去坐牢的高管通常说我是为了我们公司其实还不止台湾其实韩国也很惨。韩国在托拉斯的时候，三星有没有就干脆主动自首去认罪嘛，去交换嘛。然后但是还有韩国一些没有三星那么大的一些企业他们这个认罪协商最后也通通被判坐牢。所以台湾的很多科技高管到美国去坐牢，韩国也有很多去坐牢大老板在这个监狱里面这个相见，当然这个我觉得也许可能超过很多人的想象。你罚钱也就算了嘛，你制裁一下就算了，干嘛一定要人家去坐牢呢？这个就是美国人讲的话他讲公平竞争。其实这个就是最不公平竞争嘛。是啊，你政府用暴力手段，用这种非法手段，对不对？等于强制掳人勒索。然后或者毁人公司，对这个美国应该如果有个世界法庭的话，美国去把美国告进美国稳巧取豪夺。这个可以告 WTO 吗？是可以告是可以告。所以我就说这个我们这个 WTO 的案子我就建议蔡英文考虑一下去 WTO。对陈其仲不要去告那么小的什么联务世家，他应该为这种大的帮我们台湾人奋战这个一去就是几千亿台币的事情这个你说。到美国 Arizona 120亿美金，想想看，差不多4000亿台币这就是台湾的白花花银子就拿到美国去给美国人花了。这个我觉得这个蔡英文政府应该要硬起来嘛，不能每天就好像这个最在乎人民的最在乎我们这个产业界利益。我们现在被人家我们这个黄花大闺女台积电被美国这个流氓强娶，一定要把它娶回家。然后你说我们这个蔡英文政府不但没有说来怎么主持正义，还把我们这黄花大闺女一起送给那个流氓，你说这个说不过去吗？是啊，所以跟这个孟晚舟事件对比就格外的强烈这个大陆国台办发言人这个华春莹有讲嘛，孟晚舟事件是这个习近平主席这个亲自指示。孟晚舟也特别有这个感谢这个习主席。那当然就是说，这个习近平花了3年救回了这个孟晚舟这个我们的蔡英文愿不愿意救我们的台积电呢？还是要这个双手奉上呢？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对于这个台湾人来讲，在这次事件当然更加看清楚了美国的本质。虽然我们的台积电呢始终保持君子风度，台积电就是这样一家公司它除了专业之外呢，它从来不谈别的事情，从来不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让大家尊敬的。但是大家，我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都很希望台积电能够度过这个劫难吧，应该算是劫难吧。对，希望他真的是这个，现在他真的是有苦往肚里吞我们希望有人替他伸张正义要不然这也跟台湾的整个产业发展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外销大概35%是 IT 产品是啊，台湾的金鸡母